P03年版的是通往清水寺的清水版，这应该也是每次京都之旅最拥挤的景点了。与人气成正比的往往是名气。闻名卓绝、位列国宝的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于1994年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人们趋之若鹜，为的就是登上清水舞台，看那一眼盛景。连京都人自己都会说，就没有见过清水寺人少的时候，要不怎么会有世界的清水寺这样的称呼呢？不过说来也怪，如此之热闹的清水寺，却并没有令一向嫌弃嘈杂的我们感到不耐，反倒是兴致勃勃地随着人流从仁王门到三重塔，再到本堂正殿和清水舞台，直到转至山后的阴雨之龙。虽然无处不是人潮汹涌，但是令人寻味的却是无一处不会感受到古寺的肃穆与恬淡。虽不是张扬，然则山川灵秀，禅意绵绵，那种感觉好像随千万人无独往矣。如果要评选哪座寺庙是京都遗迹中最著名的，那么能与热闹温婉的清水寺抗衡的，一定是清冷孤傲的金阁寺。至于孰咸孰厚，就要看个人的喜好了。你是否还记得动画片里经常被聪明的一休气得吹胡子瞪眼的足利义满将军的家呢？如今那个金光闪闪的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曾经遥远的想象也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站在金阁寺的一侧，隔着池水清冽的镜湖，在苍翠秀气的青松映衬下，金阁殿越发熠熠生辉，华丽不羁。和至今依然保存完整、亭台楼阁接近完备的清水寺相比，一场大火劫难后的金阁寺无疑是显得单薄了许多。但是当你亲眼看到这座金阁之后，还是会毫无悬念地被一击而中，哪怕它就那么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任你春夏秋冬，我自岿然不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焦虑成了这个时代最常被提到的一个词。如何与焦虑相处，寻找内心的平静，大概是现代人最需要解决的课题。个人觉得能够让人远离尘世喧嚣，回归本心的，也许除了宗教，还有就是大自然了。大自然的奥秘之一，便是它会永远接纳人类的欲望和复杂，并且消解因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在京都就有一条叫做鸭川的河道，不宽不急，两岸有芦苇和草地，有的地方甚至露出石滩来。清清浅浅的水中立着白色的水鸟，一副处事不惊、见惯了大世面的姿态。乍一看，这样的风景好像在哪个城市都稀松平常。但如果问起那些住在京都的朋友，哪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他们基本都会建议你留出一天的时间，沿着鸭川散散步。于是停留在京都的那些日子里，
我和先生也尝试着隔三差五的就去鸭川走一走。有人沿着鸭川跑步，有人坐在纳凉床上享受美食，恋爱了一起坐在河边说说话，面对压力时独自一人在岸边发呆。心情好的在三角洲跳跳乌龟，心情坏的溜着石头打着水漂。时间久了，我也终于明白了鸭川的魅力也就在于此。它很亲切，它是京都人小憩的地方。河水不经意间流淌的同时，也流进了京都人的日常作息。它如同一片隔绝喧闹的静地，滋养平和的心，也能够包容那些受苦受累的心。也许京都人也懂得，当生活变得越来越细碎的时候，家门口的风景才是最值得珍惜的。鸭川所蕴含的生活气息，向外照映着自然，向内治愈着人心。这是个没有景观，只有生活的地方。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它，也许再合适不过了。往往一座城的故事，总是离不开与之有关的河流。与京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除了鸭川，还有白川。但相较于鸭川，白川更像是一条隐秘的河流，低调的匿于街巷，却滋养了独特的京都情绪。白川流经岐源白川南通地区，是鸭川的支流。垂柳依依，河流弯弯，石叠小路，风情延绵。周边听家料亭鳞次栉比，清脆木屐声夹带潺潺川音，描绘出了一幅更加立体的京都风雅绘卷，也将京都的幽情与深邃诠释得淋漓尽致。沿着白川一路北上，不用刻意的追逐，京都的风雅、自然、文化都从脚下延伸开去，伴随河水的清音渗透开来。躁郁的情绪随之烟消云散，心境也会不由得变得柔软起来。这也许就是属于京都那一份独一无二的玉。当夕阳的光芒漏在小径上，夏末的晚霞在河中渲染成红光，慢慢的，黄昏与夜晚的分界线也开始在你眼前交叉。一个温柔的凉夜到了，游人渐次散去，灯笼开始次第变亮，但京都的美还没有结束。月光给这座城市笼罩上了一层不可言表的虚幻朦胧之美。灯火流离的城市背后，古都的味道也愈发浓郁了。窄巷孤灯的影影绰绰，石板路映着月下清光。白日里寻常的店面，到了夜晚也显得妩媚温柔起来。大街小巷都透着一种安静祥和的感觉。于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清晰地记得这个瞬间。在清冷长夜里，哪怕只一人经过，也会从石灯里映出暖色的灯光。风送花香，云笼月色，京都的夜，处处都透着这别样的温柔。